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15号周一晚上的7点45分。今天的市场指数还是继续缩量小幅上涨。对于指数的看法，我还是上周的那个观点，今天没有更多需要补充的。没有看过的朋友呢，欢迎去翻看上周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先看一下关于国际原油的价格啊。今天的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是大幅下跌，其中主要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中国周一的这个经济数据不佳，可能会损害对于石油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就是伊朗的核协议有可能放松或者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这个可能会增加原油的供应。那么花旗的预计是布伦特原油在未来的几周内是有可能会跌至80到85美金之间。那么花旗呢是在几个大的银行里边最悲观的一个，他们预计整个的产量增长将会超过预期，比如页岩油的产量会随之攀升，而且他们有一个更加长期的预期，就是到2025年，预计页岩油的产量可能每天会增加400万桶。好，咱们既然说到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个数据问题，还是简单来看一下关于这份这个数据几个关键的值。因为关于这个数据，它除了反映了原油的这个需求之外，还关系到美股的一些大型公司的盈利前景，因为他们都是标普的指标性的公司。然后今天的节目咱们还会再去追踪一下关于这个降低通胀法案里边更多的细节，以及对于像特斯拉的影响，还有特斯拉的拆股等等，包括呢还有这个零售业，明天像沃尔玛还有后天的这个 Target 都会发布财报。他们之前在7月份做出业绩预期下调的时候，价格跌得非常的快，但最近跟着大盘一起反弹，但仅仅过去3周时间，业绩没有改善的情况下，股价却反而往上涨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来谈谈关于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份数据。中国7月份的工业生产同比呢是增长了 3.8%，低于市场预期的 4.6%。那么1月到7月的这个同比2021年增长是 3.5%。这个数据它和去年相比差了非常的多。在21年的7月份，工业生产比2020年增长当时是 14.4%。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数据是在零售这边，7月份的整个的零售这个销售的总额的年率同比增长只有 2.7%， 这是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 5% 的，几乎只有预期的一半。那么中国的这个工业增长的这个减速是有可能会伤害到一些美国公司的跟大家来简单讲一下。那么其中一共有4家影响是最大的，在美股上市的这个公司分别是 CG、NX、EMR 还有这个 3M 还有 ITW。 因为这4家公司他们占中国销售额的这个占比非常的高，达到了 20%、12%、11%还有 9%。另外呢还有几家包括这个机械巨头的 CAT， 还有这个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 APTV， 他们在亚洲的总的销售额的占比是 20% 和 30%。这里呢没有这个中国的独立销售的数据因为他们没有提供。所以工业增速放缓，整个零售中国的这边也在放缓，除了对于能源价格是个挑战之外，对于不少背靠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也会造成困扰所以呢我们说全球经济是一个联动的，那么市场呢也是一个全球市场，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些这种特别偏离预期较大的一些数值。好，讲完了这个数值之后呢，咱们来跟进一下这个上周讲过的关于这个降低通胀法案的几个后续的影响。从目前看呢，由于法案已经是获得了2院的通过，其中谈到的几个核心问题包括对于过去3年调整后的这个营业利润至少10亿美金的公司征收 15% 的最低税率，还有呢包括对于股票回购征收 1% 的税率，还有对于购买电动车抵税配额不设置上限这是几个比较核心的议题。那么最低的这个税率，它对标普的 EPS 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根据花旗的这个报告说，
标普中大多数的企业现在已经缴纳了 15% 或者更高的税率，大约有50家大概是能够够到这个征税的门槛，他们是会被征收的对象。这50家公司大概占到了标普每股总收益的 15% 左右，因此上调 15% 的税率预计对于标普的 EPS 会造成 0.4% 的拖累，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算太大。那么至于 1% 的回购税，根据数据显示呢，在2021年标普成分股公司回购净额是6200亿，就是去年是6200亿，如果征收 1% 的税，大概就是62亿左右。同期标普500的总的产值是 1.76 万亿美金，所以回购税大概占到 0.35%。如果我们把 1% 的回购还有这个 15% 的最低税两项都加起来，预计对于标普的每股收益的影响不会超过 1%。那么根据标普的年度的平均增长 7% 到 9% 的这个预期来说，1% 还可以接受但是这个负面影响肯定是存在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税平安嘛，企业也只能想办法尽量的多开源。好，另外一个还有成为这个降低通胀法案的这个成为法律以后电动汽车的买家，就是购买人消费者，他肯定是划算的，但是不同的车企它是不是一定能够促进销售呢？这里边呢我们要谈一下关于这个7500美金的这个税务抵扣，它的这个适用的这个资格问题，它并不是适合每一台电动车。首先这个7500块钱的这个税务的抵扣，电动车的价格它是必须要低于55000美金的，就是轿车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 sedan 的轿车。那么 SUV 还有皮卡的价格是必须低于8000美金的。这就意味着特斯拉在美国最为畅销的一些车型包括什么这个 Model X 还有这个 S 等等，他们是没有资格获得税务抵扣的，因为这两个车型的价格都是超过了10万美金但是呢，基础版的像这个 Model 3这边它的起售价是47000美金，那么是符合资格的。但是高配版的这个 Model 3起售价大概是63000美金，其实也就不符合资格了。那么这个 Model Y 呢，被视为是 SUV， 起售价是低于8万美金的，也是符合资格的。其实我们说在这个 Model Y 还有这个 Model 3呢，是这个美国最畅销的其中2款嘛，对吧？这个排第一排第二。整个的2022年的上半年，美国一共销售了大约23万辆的这个 Model Y 还有这个 Model 3的车型。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讲，特斯拉这边有一部分肯定是会受到相应的这种销售的这个促销的这个提振，但是呢有一些高端的车型和高配的车型可能就无法享受了但是总体上对于特斯拉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特斯拉在美国销售的车型很多是在这个美国组装的。因为这个法案里面有一个限制，他说如果你的最终的组装不是在北美如果就是说你最后的组装不在北美，那么你这个车型即便符合上面的条件，也没有办法符合这个7500的这个资格。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像现代还有这个起亚还有奥迪，他们在美国销售的电车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税务的抵扣的优惠的，因为他们的组装是在亚洲和欧洲，就是销往美国的车型，他们的这个组装是在亚洲和欧洲。所以我相信呢，他们未来可能会为了美国的市场会去调整战略，把一些生产线组装线会放到美国去，这个也符合美国现在一直想要的把很多的这种核心的产业这个产业链呢自己拿回来所以总体上美国大概有一半最畅销的这个电动车呢是有资格获得税务抵扣的。希望大家呢，你如果有希望这个想买电动车的，也能够买到你心仪的这个车辆，同时也能够拿到好的这个税务抵扣的资格。当然还要看你的收入了。最后一个限制就是在买家身上，如果家庭为单位，你的收入是需要3万美金，要低于3万美金才有资格拿这个抵扣的这个资格。如果是个人为单位，那么你的收入抵扣呢是要低于收入是15万美金才有资格。
所以希望大家呢，不知道是这个希望你拿补贴好还是不希望你拿补贴好啊？这个如果你拿不到，说明你的收入比较高啊。如果你能拿到啊，当然了，可以这个抵一部分的税也还不错啊。好，这个说到特斯拉，还是要讲一下关于特斯拉的这个拆股的情况啊。特斯拉呢是在这个8月24号收盘之后会拆股，是一股拆成3股，就是股价会变成当天收盘价的1/3。那么你持股的股东，你的一股就会变成未来的3股。其实这个拆股呢，咱们讲过很多次啊，但是还是有朋友会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是拆股前买合适还是拆股后买合适？是他其实想问的意思是拆股前买啊，它能够上涨呢，还是拆完之后它才涨？其实呢，这个拆股啊，它本身就不是什么太新鲜的事儿啊，因为从历史上看，凡是在市场涨得比较好的一些股票身上，拆股是经常发生的。你还有这个大的市场是上行阶段的时候，拆股也发生的比较密集。你比方说在1997年到2000年，那个时候平均每一年有65家美国的上市公司拆股啊，那个时候是非常疯狂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股市涨得好嘛。如果你要问我说拆股前买好还是拆股后买好，这里边呢，我可以跟你分析一个道理，就是其实从股票的权益上啊，对于持股人来讲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这就像是一个披萨，对吧？你把它切成很多的小份儿，它还是一个披萨，它不会说多出来，切完一半就变成俩披萨了，那不可能嘛。那个只有3岁以下的小朋友，你要说这么跟他玩，对吧？一块饼干，然后给他拿，你说我把它掰断变成2块给他，他觉得好多，他好像觉得变成1变2了嘛，他会有这个感觉啊。你说成年人一般来讲不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所以拆股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呢，从权益上是不会对于股票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的。不过对于流动性还是会增加的啊，还是会变得更好的。还有就是波动性可能会变得更大，因为美股是比较流行期权的，如果它的面值比较的低，那么它的期权的流动性的价格相当于每一张期权的价格，你可参与的门槛就更低，肯定是流动性要更好一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特斯拉它是一只非常特殊的股票，特斯拉的散户参与度很高。咱们一直在说美股市场超过大概 80% 甚至 80% 以上都是由机构来参与的啊，整个的这个成交额都是由机构来贡献的，散户在里边其实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呢，在一些个股上就不太一样，比如像特斯拉的散户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特斯拉的流通股里边有 46% 都是非机构持有啊，就是非机构来持有。但是散户也分为小散、中散和大散和牛散，对不对？我们只说的是非机构持有的特斯拉呢，是有 46% 的这个流通股。你说这个算高还是低呢？我给你对比一下，谷歌非这个流通股里边非机构持有的只有 15% 啊，你就知道了，对吧？这个比起来的话，差不多是多少倍？3倍啊！所以它是一只散户参与度啊非常高的股票，或者你可以理解为是一只机构控制相对较低的一只股票啊。好，这个呢是对于这个特斯拉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啊。那么具体到拆股前买还是拆股后买呢？历史上倒是有一些关于拆股后的这个价格走势的分析。我以前看过一个，但是那个详细的报告我记不清是谁写的或者在哪看的，但这个数据我记得，他说的是在拆股发生后的12个月里边啊，他就把历史上所有的拆股全部统计进去，这12个月里边呢，表现通常会比市场要高出 16%， 平均高出 16%， 可能有的股票高的不止 16%， 对吧？它多涨了 30-40%，有的股票呢，可能拆完股之后，股价还下跌了啊。所以说，我们平均数这个只是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数据上的参考啊。你毕竟算平均数没什么意义。你我和马斯克，对吧？财富一平均，我也身家过亿了。拆股也是这样啊，有的拆完不动，甚至下跌；那么有的拆完大涨。所以拆股只代表一个这个平均的参考值，不代表某一只个股的结果。我只能告诉你，特斯拉在上一次拆股的时候是20年的8月。当时是1拆5，从公告到拆分完成之后，股价一共是飙涨了 81%。我相信大家那个时候应该还记得啊，是非常非常的疯狂的，对吧？不
不知道这次拆完之后还会不会继续疯狂啊？好，这个呢就是简单的和大家讲了讲关于这个特斯拉的一些情况的追踪。另外呢还有这个 U 啊，前几天卖掉的这个 U 的情况。这个 U 呢是关于收购的情况，它现在是拒绝了啊，它拒绝了收购，所以今天盘中跌的也比较的多。我简单的跟大家把这个消息给传递一下。好，另外还有一个最后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重点啊，就是一个关于市场的一个观察吧，应该算是。我们看一下沃尔玛在7月26号、25号、26号啊，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一天跌的特别多，那是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那一天沃尔玛下调了最近的今年的季度啊，就是这个季度还有今年的整个的前瞻指引，所以它一口气当时跌了 7%。 现在这个财报马上就要发布了，明天要发布，它现在7月26号下调的就是这个财报。但是呢大家看到没有，它在下调二季度的营业收入减少 13% 到 14%， 全年减少了 11% 到 13% 后，除了当天跌下来之后，后面都是一路在上涨啊，一路在上涨。所以你说股价在7月份这个时候大跌，但最近呢这个业绩下调，它这个问题没有改善，它却在上涨，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不光是沃尔玛，你看看这个零售的指数 XRT， 你会发现是一样的问题。当时在这儿一口气跌了 4. 点几，现在呢从这个4点几已经涨到今天涨了多少了？涨了 18% 了啊，这是指数啊，这是这个零售的指数 XRT， 从一个指数来讲涨 18% 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通过这个细节啊，大家可以想一下，3个星期之前市场是怕业绩下滑，而且已经明确下调了前瞻和预期，股价是大跌。3个星期之后还是那个业绩，但是股价却大涨。大家想想啊，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啊，这里边到底是为什么啊？所以它涨的真的是业绩吗？很显然肯定涨的不是业绩的预期，所以涨的是什么呢？涨的肯定是别的东西呗，对吧？就是它要涨了，所以它涨了。至于涨完以后干嘛呢？业绩有没有变得更好呢？首先你要知道是没有的啊。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对于股市的市场走势比较觉得这个事出反常是不是有妖的时候，你还是从我个人来讲啊，我还是会回到那个核心点上，就是企业盈利，企业的这个增速、营收、盈利，它到底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它的最根本的逻辑其实就是回到这个点上。至于中间它是波段往上走走，波段往下走走都不重要，但它最终它肯定是要符合一些最核心的美股长线增长的这个基本，那必须就是 EPS 的长期增长。而且呢增速快，那么市场涨得就快，增速慢甚至负增长和衰退，那么股市回调呢就是合理的。而中间的所谓的这种上上下下一直在讲，就是波段震荡，因为其实从机构来讲呢，只要有波段有震荡有上下的摆动，他们就能挣钱，他们并不在乎市场是不是持续的大牛市或者说持续的大熊市啊。好，最终呢明天我们就看到这个零售的沃尔玛的财报了，或许明天财报之后我们会看到更多市场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吧。那么我简单的把这个沃尔玛的财报的预期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啊。沃尔玛的财报预期呢是每股收益是 1.62，比去年同期的时候是少了 0.16， 差的不算太多。但这个 Target 在后天发布的它的财报呢，差的就是稍微的要多一点了啊。它的这个财报预期不是很好，整个的是每股收益是 0.79， 去年同期是 3.51美金啊，你就想想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差了多少倍啊。好，这个呢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市场的一些消息啊，还有这个板块观察的汇总。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